大家好，今天教大家画白头翁。我们用的是中号笔中号笔，然后其他的笔可以稍作准备啊。我们先蘸水先蘸水蘸一点水，蘸一点水。好，调一个淡墨，把水刮掉。然后笔尖调浓墨，这样调。再来一点再来一点，把水刮下。我们画画一定要把水控好。如果水控不好的话，你画面这个会晕得很开就没有形了这个要注意。所以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手上一定要备一张纸备一张纸这样随时保持这个可以去吸水这样把水吸一下。吸水一般我们不要吸前面，吸后面后面水比较多，就要吸后面。好，构图的话，我们把鸟放到这个区域放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采用了写意的手法不用丝毛，采用写意的手法画。我们首先画出它的嘴这样画下来这样也是3条线中间这条线长一些，然后在这个2条线的中间这个地方在这里点一下这叫定位，就我们画眼睛。好，那么画好眼睛之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我们在画写意画的时候，一定要要肯定用线一定要肯定，不能犹豫千万不要犹豫一犹豫的话你就容易出错所以要看准之后就下笔这个需要多多练习。好，从这个嘴这个区域走一笔从这个地方走一笔，把这里涂黑这里涂暗一点，涂暗一些。好，这个地方又是白头嘛，所以它这个留白，然后直接过来一笔直接过来把中间这一块留着。好，看到没有？压下去，压下去用的是中号笔一定要用中号笔。再拨一下，拨一笔然后再压一笔，压下去压下去这里可以把它接一下这样就把这个头部画出来了。但是一定要用笔比较肯定1笔、2笔、3笔，往后拖一下。用笔的时候往后拖一下一定要往后拖一下这是头部的画法。那么身体部分我们就要去用颜色去画，用颜色我们现在是准备的这两种颜色，一个是花青，一个是藤黄这2种颜色这个颜色用的非常广泛，特别多好，画这个颈部包括它的翅膀这个区域，所以我们也要中号的笔我们2支中号笔在用你看我这个是调墨的笔是不动的，因为它随时还要再继续用它好，先点水。如果你的笔拿出来是干的拿出来是干的话，你先把笔润湿，润湿之后把水刮掉一定要刮水，刮掉它
留一点点水啊，留一点点水，并不是说你刮得很干。我尽量会缩短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对水的把握，所以我讲得很细了啊。因为有些学员他不会用水，也不会去用墨，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讲解。如果你是很干的笔，那你就吸水，这样吸一点水就够了。笔头，把笔头吸水，不要马上离开啊。如果你是如果说你需要少的水，你就点一下就行了。如果你需要多一点点水，你就把笔头放这里，让它自动吸水。吸的太多了，你就也可以刮一刮，对不对？如果你的笔是干的，那你就把水放进去，把整个笔润开，啊，再刮一下，啊，把水刮掉，刮掉它，留一点水啊，留一点水。这是我们毛笔取水啊，它的一个方法。像我们调色，这两种颜色进行混合，把它拨出来，拨出来，不要在这里调，在这个地方调，拨出来调，看到没有？啊，花青可以多一些，藤黄少一些啊。记住，整个笔都要调上去，花青再多一点。调好它啊，然后笔头蘸点墨啊，蘸点墨的话，我们用这支笔把墨取的放这里啊，放到这个地方啊，这样取墨就比较稳妥一些啊。因为你拿这个笔去搓的话，有可能你搓的太多了，有可能你搓的太少了，对不对？那么你这样取墨啊，这样取墨就比较方便。你想要多少取多少，对不对？这样你取墨才是正确的方式啊。因为我们画写意画，它不能修改，一笔就是一笔，画下去就是一笔啊，它不能去修改。这个比工笔画还要难一些啊，因为工笔画你可以慢慢的去塑造，打个形啊，打个形，去慢慢的刻画。但写意画你就没办法啊，你直接拿笔画。好，现在我画这一块区域啊，一笔看到没有？还有颜色的变化了，对不对？把拨一下，画一下，拨一下，它有一个颜色的变化的，看到没有？有个颜色的变化。好，那么下一笔的话，我们可以画它的身体。画身体，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相对于头部来说比较宽，羽毛比较多，还有腹部，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笔上的水应该要稍微多一点啊，因为它需要大范围的去画。水少的时候，它的颜色润不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取水啊。我把这个笔洗放在这里啊，看我怎么取水的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把整个笔放进去，你点水，不要走，让它吸一点水过来，然后再来调，就非常的舒服，看到没有？啊，非常的舒服。多加点花青，多加点花青啊，多加花青，再加点花青，看到吧？好，我们可以取点孔雀蓝啊，取点孔雀蓝过来，让它的颜色稍微丰富一些啊，带点蓝色的感觉啊，带一点点蓝色，所以我们可以调点蓝色进去，看到没有？再取水，不够水了，再取水，调，好，再加点花青，再加点墨，这样就把颜色调好了啊，调好的就可以直接上颜色啊，直接上颜色。怎么用笔呢？如果说大家学过书法的话，要回个锋是最好的，要回个锋，就不要直接画，直接画你前面的笔触可能有点散啊，直接这样的回个锋呢，回个锋，摁下来一笔，
然后再回个锋呢，回个锋，起笔是往内收，内收上去的，这样的，按下去，铺下去。这两笔一定要胆大啊，一定要胆子大一些啊，不能犹豫。一犹豫的话，你就容易啊，就出错了啊。好，再点水，再调点啊，调点墨，笔尖加点墨进去啊，笔尖加点墨。把它这一笔画一下，后面有个翅膀，这一笔的画一下，这笔也画一下，摁一下的，这个就直接摁下去，直接摁下去就可以了。好，点水，啊，好，再调点墨啊，调点墨。好，画后面的尾巴啊，后面的尾巴成一个啊。什么形状呢？就是一个啊，往下面，或者是翘一点也可以，或者收一点，或者平一点，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我们啊，这一笔、两笔啊，画成一个像这边画窄一点，这边是画的宽一些啊，这样来画。你看我们这几个笔摆下来，它这个形状就大致就出来了。好。换回这一支黑色的笔，啊，换回这一支黑色的笔，我们调浓墨啊，浓墨，这个墨是刚刚倒出来的墨，它是没有加水的，就是原墨啊。我们的墨分5色：焦、浓、重、淡、轻。焦墨就是隔夜的墨，它可以画出飞白。啊，就是墨干一些，就焦墨嘛，画的比较干。比如说画树枝，你要画枯枝，对不对？你就用焦墨，水少一些就是焦墨了，水少一些啊，就可以画出这种效果。那么焦浓墨就是我们刚刚倒出来的墨啊，它不需要水去调配，就浓，很浓了。重墨就是我们可以去把它拿出来啊，用笔蘸出来，用水调。啊，这就变成重墨，因为它比浓墨，你调了水之后它就减弱了嘛，对不对？焦浓重淡，淡墨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这个浓墨稍淡一些，就是水多一些，墨少一些，调出来就是淡的。啊，轻墨就是相对淡墨来说更轻，水更多，墨更少。啊，这样去调配。好，那我们现在要一个浓墨。啊，要一个浓墨，点一下浓墨啊，点它。但是我们还是要调，但是我们没有用水去调，对不对？我没有用水去调，对不对？现在有点干，我还是加点水过来了，从这边加点水过来。啊，它也很浓，也很重，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好，再加点过来。我们学习一定要灵活运用啊，不能说太死板啊，太死板就不好了。在这个地方画它的黑色的羽毛啊，一笔按下去啊，哎，这个墨不够浓，我再加点啊，再调和一下，再加点，这样就很浓了。一笔、2笔，看到没有？3笔、4笔，啊，1笔、2笔，再来画2笔，看到没有？最后在尾巴上画2笔，一笔长，一笔稍微短一些啊，就这样画。这就是它的一个造型，注意一下。好，那么这个笔先放着了，我们拿出这个有颜色的笔啊，把后面的稍微的拖一下啊，拖过来一下啊，补一下。好，现在画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我们就用一个淡墨啊，用淡墨去把前面补一下
啊，淡墨。那就拿一支小号笔啊，拿一支小号的毛笔啊，洗干净啊，洗干净，洗干净它啊，就这么洗干净，对不对？洗干净它水很多，对不对？把水刮掉，把水刮掉啊，再拿出纸巾吸水，不需要它有水啊。现在吸掉水，吸掉水之后，我们调一个淡墨啊。现在什么告诉你什么叫淡墨了？就是我们水，我们笔很干净，对不对？水是干净的，对不对？点一点水过来，调这个墨很淡嘛，对不对？墨很少，它就淡了啊，这就淡了嘛，淡了，这就可以用了啊。画线，我们要在这里画一些比较淡的线，那你肯定这个水不能太多，只要是涉及到画线，你就把水吸一下啊。然后我这里画一个脖子这个地方画线啊，你这个要淡一些嘛，看到没有？画上线，然后把笔压扁，把毛笔压扁啊，毛笔压扁啊。这个毛笔你不管它啊，你就把它压扁就得了啊，压扁它，压扁，压扁它，吸干净水啊。那前面是扁的，虽然它压的很难看，对不对？不要紧，不管它啊，它越难看越好。你看，把这个毛给它扫出来了，你管它笔难不难看，对不对？你压成这个样子，其实它很好用啊。有点毛的感觉，是不是？好，这就完成了啊，这一步就完成了啊。又换笔啊，所以说一定要准备2套笔去创作啊，一套笔是绝对不够用的，绝对不够用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调一个赭石啊，调个赭石色啊，赭石一点点就够了啊，赭石色。调赭石色画它的肚子啊，腹部啊，它的腹部。这个时候我们又需要一支干净笔了啊，因为我们这个笔是啊，这个颜色，比如说你要还画一只鸟，或者是还要去补一些颜色，你比如这里再补一点颜色的话，你是不能把这个笔洗掉的，知道吧？这个笔是不能洗的，除非你这个画完成了，还可以再去洗都可以。好，我再来一支干净的笔啊。这个可以用小号笔画的，来用一些小号笔啊。我用一支老款的笔啊，老款的，这是以前我们这个直播间老款的主杆的笔，是老款的，也好用，也好用。啊，调赭石色，赭石啊，调赭石。看一下啊，赭石我们里面还加点墨进来啊，不是纯赭石，记住，淡赭石，先调淡赭石，啊，刮下水，再调点墨进来，在这个地方调，啊，加点墨，不要太多了啊，调这个颜色呢，好。那么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先侧锋入笔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从这个地方下笔，我做个记号，从这个地方下笔啊，啊，你先包进来，啊，从这个地方下去，那包进来，好，一直到尾部，再来一笔啊，再来一笔，好，这个再啊，再上来一些，然后再来调赭石啊，加点墨进来，啊，水可以相应的少一下，又要吸水了，吸它肚子上面的水啊。吸完水之后，颜色可能也被吸走了，哎，我又调点赭石，再加点墨啊，这很清雅啊。好，在这里画它的脚
一笔，看到没有？交在这里，就是一笔。好，换回这个黑色的笔啊，就是我们的笔都不要去洗它，黑色的笔，画它的脚爪啊，这里啊，画这个脚爪是，它是啊，前面细，后面压重一点的，加重一点，接上去，然后勾一下啊，勾一下，再把这个脚画出来。好，这个了啊，这个白头翁前面是留白的啊，就不要去画，空着啊，空着它，或者把这个画点小毛毛的可以，接一下啊，对，这个也行。OK 啊，好，再拿出干净的笔，就是我们刚才那支干净调赭石的笔啊，把水给它洗干净，调点藤黄色啊，调点藤黄色，把眼睛染一下。藤黄，来加点藤黄色啊，在这里调一下就够了。好，把这个眼睛给它染一下，这样就行了啊。染一下眼睛，前面我们也染一下，前面染个淡墨，笔洗一下，也不要用这个笔了，看一下啊，别的笔，这个笔肯定不行，这个笔太浓了啊，太浓了。我们用这个丝毛笔吧，啊，用丝毛笔染这小细节特别好啊，它不会出错啊。好，丝毛笔打湿水，如果太湿水，你可以吸下水啊；太多水你可以吸下。我不需要太多水，因为我染小范围嘛，就调这个颜色就可以了。啊，这个颜色非常好啊，就调这个颜色。点点水啊，点点水，不能太少水也不行。所以你要感觉，我们学画画学一种感觉啊，这种感觉通过实践，让你知道你笔上的水画上去是多是少，什么效果啊？你要有这种感觉练出来啊！你要记住，好，点点水，我感觉少了，我就再调一些，这个需要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产生经验啊，产生经验。好，把这个嘴巴啊在里面染一下，那就这样去染啊，对吧？哎，再点点水啊，再点点水，让它吸点水，再调开，就刚才那个颜色调一下啊，刚才那个颜色调一下。好，这个往后啊可以连下去了，把它染一下。啊，前面也可以再染一下，前面可以染一下，中间留点白，就是个高光啊，是不是？高光。好，这里可以再接一下，这丝毛笔给接一下，你看，这个了就彻底画好了，彻底画好了，看，这是写意的这种手法啊，写意的画法啊，写意的画法相对工笔来说啊。这个要稍微难一些，我觉得是稍微比较难一些啊，因为它比较费纸啊，练起来啊，你要多准备一些纸，通过反复练习啊，比如说这张纸，我可以拿出这张纸啊，不停的去练习它啊，再去练。好，那么我们这个白头翁啊就画好了。